本节目由匠心实力派豪华驾乘更自在的广汽本田冠道冠名播出。本节目由怡宝至本清润菊花茶联合赞助播出。本节目由匠心实力派豪华驾乘更自在的广汽本田冠道冠名播出。关注，所以这是为了这个节目临时学了一下。我也是临时现学的。马老师，您是什么那个？不告诉你，保持秘密。我完全不了解。我们以前这些禅修老师，我们心里也老讲共情，他们才是可怕。他真的是感受到你的感受，知道你的想法。这扯，我觉得你不相信是吗？我特别不信，我能感受到此刻你的痛苦，文涛。你看我们的思维是个很大的问题，当我们的念头停了之后，我们这个心就变得很清净。我就达不到这境界，我这念头怎么能停？那个修不修的话，怎么都达不到。真的啊？那我们要过去是吗？你们这个还是会有刺眼睛的地方，我思欣老都热泪盈眶。哎，你这么敏感？特别敏感，我就是眼睛，别的地方都还好。那说明你眼睛大呗。呵，行吧，行吧。你坐我身边，我踏实。行。吴老师坐这儿吧，我就不坐你对面了，是吧？对面又要对你进行分析了。你离我近一点，因为只有你才知道我的痛苦，是吗？这个过去在我的想象中，总觉得你应该是这个 E 人，是吧？结果发现后来才知道，你这个不仅是 I 人，还 I 的还挺厉害，是吧？哎，现在谁都说自己是 I 人，谁还不是个 I 人？真是的。马老师是 E 人呢，我继承了。但其实后来我分析啊，吴老师，就是你会在无意当中，其实你想迷惑对方。你已经预先想到我可能会基于各种各样原因，就把自己真实的想法给隐瞒住了。就我通常我是不做预设的。如果不是我们对谈，我其实过去没有想过。你看，你做了这么多节目，和这么多人谈，都不知道你的个人世界是怎样的。对啊，主持人都做到，我特别封闭，对。主持人做到这个地步，我的封闭跟他有一拼。他这个好像我觉得还是大家还是你敞开啊。对你也可以说我封闭，但是你也可以说不封闭，但你是真封闭。好吧，我们还没开始。我现在好了，我现在好了很多。你应该给予我那个适当的鼓励与肯定，是吧？你们怎么这么亏待我们鲁豫啊？没有，他们觉得我那个就是豪放，对，现代女性大口喝水。哦，你不喝茶对吧？对，晚上没睡着回家。茶对我们那还好，茶对我的影响特别大，咖啡对我没影响。哎，那这很有意思。我现在找到了一个睡觉的方法，是吧？听一个人讲课啊。随便谁都可以看，听自己感兴趣的。你这个是要认真听那个内容，然后这个时候你反而睡着，而不是说你只是听个声音。主要是个什么？转移注意力。你只要你睡不着，是因为你老想着这事儿。你只要注意力一转移，就睡着了。那挺好。有时候也不管用，因为不管用呢，哎，你就吸收了知识啊。好听我听一通宵啊，那听吗？那要不就睡着了。哎，我教你个方法，我的方法是，如果半夜里面万一醒来，我怕我睡不着，我就把一个特别小的一个安眠药，我就咬一点儿，特别苦，你就咬一点儿。我一个药我能够咬差不多10次，我觉得完全是一个心理安慰。我不知道是药起作用，还是我被它我会觉得我吃了药，我应该很快能睡着。我要今天吃安眠药，第二天肯定整夜睡不着了。那你可能量就会比较多，比如一整片。吃半片就睡不着啊。但是呢，我要是喝威士忌睡，不会，
他每一次的说法不一样。我们上回在苏州，他就说家辉，我要那个喝半瓶红酒，每一次不一样。然后前一次就说喝半瓶白酒，这样那个，现在又说吃药，又说听什么听音频是吧？我现在偶尔睡不着啊，都有大陆年轻朋友教我读一句话，那句话好像是说都是同一个音调是吧？什么一只猪推拖拉机，一只猪推拖拉机，你们没听过？没有。一只猪开拖拉机什么？一只猪拉拖拉机，一只猪。你要自己念吗？啊，自己心里念嘛。一只猪拉拖拉机，一只猪拖拉机，那就睡着。这单调嘛，单调你就容易睡觉。这种人。也可以练口型。以前文涛教我开镜以前要说班干部管班干部，对，班干部管班干部，都是我小时候说的。班干部管班干部，还有什么蓝布白门帘？哎，什么？蓝布白门帘。南部白门帘，你要特别越说越快，越说越快。蓝布白门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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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班干部管班干。你教了我20年了吗？我都没讲好。你知道我一天晚上睡觉，我可能翻过来以后，把我的胳膊给压住以后就麻了，然后我再一翻过来，这个胳膊可能一个惯性就啪砸到我自己身上，那我就醒了。我用我这个手去摸什么东西。我这个手有知觉，这个手麻了以后没有知觉，但是我能够摸到是一个软软的有热度的东西，我瞬间就醒了。我想，因为它很重，肯定不是一个小的虫子，我想是个大老鼠或什么，我就啊一声惨叫，大概凌晨4点，估计我们小区都醒了，你知道吗？你这自己把自己吓死了。对，这就属于鬼压身吧，是不是？这也不算，鬼压身是身体不能动弹，你这个是压的，是吧？就是鬼压身，我是有过很多次这样的经历，包括那个来访，真的你醒过来，就是感觉身体在剧烈的运动，甚至觉得床都浮在了半空中，但实际上你发现其实自己身体根本动不了，然后那个时候又特别恐惧。但我的鬼压身没有内容，但我有些来访我听到的故事，他真觉得旁边有一个鬼，不是觉得看见一个要么一个鬼，要么而且很多人都是感觉自己的妈妈在旁边。就是而且是那个妈妈变成了不再是生活中那个妈妈，非常恐怖的那个，就是带着恨意的妈妈，他们就非常的害怕，但你身体动弹不了。所以这个武志红老师，我为什么觉得他特好玩，是吧？他呢，每次我们是把他作为心理学家请来的哈，可他每一次来开头聊的都是我觉得他是个病人。我真的想问问你啊，我知道很多心理学家啊，那是人家选择了这个职业，但是武志红选择了这个职业，是因为他有病。我没说错吧？因为都这么讲，就是先要成为病人，你才能够就是成为咨询师。你看弗洛伊德要解读自己的恋母情节，提出了自己的理论。荣格大家都觉得他有可能有过精神分裂的这些经历。就所以对我荣格的理论非常的特殊。那你做了这么久的这个心理咨询啊，你觉得你从事这个职业有没有把你自己这个治好？我觉得有治好。因为假如我不学心理学，就是我当年高考的时候，我很想报建筑学系。我觉得以我的这叫什么天生的钻研者的特点，我如果报建筑学能赶上中国的建筑学大潮，就是也能挣到钱，也能成名，但是我可能就变成这样。就是现在已经好多了，虽然很多人说看着这个武志红，看着就像你说的，看着还像是有病的样子。那假如不学心理学，可能那个病的程度就更严重。上次鲁豫那个有约跟他那个一日行，哇，我感觉把鲁豫催眠了一把，是吗？吴老师特别善良，
他其实看到了很多，但他本着一个宗旨就是，当你没有提出需求让我给你做心理分析的话，即便我看到我也不说。我当时很紧张的，其实是吧？因为我能够感受到他一定看到一些什么。那我的选择刚好相反啊，吴老师，我那个本科是心理学的我还做过心理咨询啊，然后实习了在台湾的医院带着那个自闭症的小孩后来我觉得责任太大了。那个自闭症小孩啊，他一生气的时候，他表达不到情绪嘛，他要干嘛呢？我照顾那个他要那个吃辣椒，跑去厨房，打开一瓶辣椒酱，拿起汤条，有时候不用勺子就这样给他吃。然后还有什么呢？生气的时候用头去撞墙撞地上，撞墙壁，他要用非常激烈的动作才能感受到、表达到他的情绪。我觉得我这样承担不了，我觉得我做下去，我自己会变成自闭症就变成我跟他学了，我也撞墙了那所以我就我转了做婚姻辅导。爱情关系辅导这不也是心理学吗？也是心理学呀。有兴趣当然那是我从小就有的兴趣婚姻问题都是心理病人的问题是吗？后来我也放弃了，为什么放弃了？辅导过程里面，我发现我自己不是个好人。比方说，你来跟我谈，你跟你男朋友怎么样，爱情关系怎么样，我坐在那边，我应该有同理心嘛，对不对？可是我发现我没有我看见一个美女在那边，鲁豫这样美女呢，我心里只想一件事跟她要电话。所以我后来发现这样不太行，我觉得这样就会给自己找很多麻烦，也不道德，对不对？您这是已经破坏了病人跟那个之间的那个对职业关系已经破坏了。吴老师在做咨询的时候，比如碰见鲁豫这么一个美女，你们行了吧？你们行了，此刻弹幕都在说她也算美女，她也算美女，我有很大压力的。那个违反那个职业操守的冲动。哎呦，这个。我会这样子，就是当在那个咨询之中，当然首先美女还是会被吸引，但这个时候你要看就是自己的心，就是看我是很容易专注到关系之中，就是咨询关系，所以就是这个当时我跟张展辉聊就是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跑步大神是吧？他讲他当年健身的时候，就他的那个健身俱乐部里头各种各样的大美女明星过去，就是他健身的时候，他教那学员的时候，学员就变成了骨骼肌肉，而且他真的是把他就是让解构了，在他眼里就没有美女了。但是等他一回去，他们那些健身教练都在讲今天那个美女过来怎么样，就那个时候他那个心也会被唤起。但是他工作的时候，他就进入状态，就是对方好像就变成了一个健身对象。所以以后看见吴老师跟这个女性来咨询的人要是过程中半天没说话，心里正忙着解构。不是，如果真的动了感情的话，那就像很多看电影当中一样，那对不起，我已经不能帮你做咨询了。因为是这样，就是你首先你还是要专注在那个咨询关系之中，就是像刚才马老师讲的，就是我们先想一想。这问题不大，是吧？你想一想，但你和想一想问题不大是不一样的。对，我觉得想一想就是犯罪。想合作，他都不说，你怎么会知道？但是像荣格就跟他的那个女病人就有过这样的关系。弗洛伊德也有了，是吗？弗洛伊德没有弗洛伊德哪有有弗洛伊德有谁后来有，他甚至佛的有谁他的女病人他为了去建立他的理论他要深入引导，然后甚至有身体的接触。都有后来的记录，是那个当时弗洛伊德本来做催眠，给他一个著名的病人，他后来为什么不做催眠呢？因为当时做催眠的时候，那个病人突然之间就是起来亲了他一口，搂他，把他吓到了。他说以后他不要做这个催眠的这样的事情，因为他觉得催眠失控了。所以弗洛伊德就把催眠放下了，他就做这个叫自由联想，或者就叫聊天所以弗洛伊德是特别讲道德的。结果这个精神分析取向的咨询师，其实他们普遍对职业伦理的要求非常的高。但是荣格派呢，因为祖师爷是这样的，所以就是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就荣格派的那些大老师们就都是有各种各样的这个职业伦理的问题。但是到了现在，职业伦理成了一个特别严重的问题，是吧？你比方现在互联网时代，你如果有哪个咨询师出了这样的事情，一讨论你就社死了嘛。对，所以你看咱这节目多正，
心理学家一来，先跟你谈谈操守问题，确定你操守没问题，我们才跟你聊隐私呢，是吧？我是特别好奇，就是传说荣格跟弗洛伊德两个人见第一面就聊了13个小时。对，是这样。他们俩是互相分析嘛，互相别苗头，你想分析我，我想分析你。他们有各种各样的故事啊，就是荣格对弗洛伊德当然非常崇拜，相互欣赏，就会聊很久嘛。但是后来他跟这个弗洛伊德又分道扬镳了啊。不过你讲这个荣格呀，这倒是说咱们今天要聊的了。你看咱们一聊都是从他们祖师爷开始说起哈。MBTI， 我身边的这个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哎呀，跟我说，哎，王老师测一下，王老师测一下，你是什么？我是 I 什么 NFP 啊？你是什么？我是 ISFP-T， 你用5个字母不是 ISFP T。那什么？它有一个分支，它那个横杠后面还会分 T 跟 A。就 A 是积极的，这个 T 是就消极的是吧？对。家辉是什么？我想我是什么就是什么。我做的时候啊，我这个人性格比较扭曲哈。我心里先想了答案，我觉得我是 ENTP，T for Tom，P for Peter 啊，就是那个我就做的时候我就很扭曲啊，我去迎合那个答案，有吗？选那个答案，到最后出来果然我就是 ENTP。就是外向。我大学的时候啊，就是当时我在北大嘛，就是我给30来个就我们同学，就是做过这个测试，但那个是16PF， 那个是卡特尔的人格测试，它就是分16项，就是当时我追了一个女孩，她在北理工。啊，结果我就给他们就是那些同学30来个人做个测试。哦，你就靠这个追女孩儿？哎，因为当时太内向了，所以得找一个工具。哦，那个时候还没行医，对吧？哟，这个就不是来访了，所以。好。当时我做了测试之后，我后来就发现，就是当我看他们测试结果，我对他们了解其实不够那个的 OK， 但是等我看他们的原题，他们怎么答这个原题。我看了那个原题之后，我觉得，哎，我这样一来，我对这个人了解才是更加真实的，而且全面。所以我那个时候就对，就是那个各种各样的性格测试、人格测试不是那么感兴趣。这个MBTI 就是我去年应该才开始测。您是什么？我是 INFJ。那你觉得准吗？还真是挺准的。你这心理学家都这么说？对，挺准的。但是我有一个问题，就是因为心理学家你们太明白这个所有心理的这个测试的每一个问题，它设置的原因是什么？这时候不一样。你看，就是当我们这样讲的时候，你看我作为一个咨询师，就是我这个时候立马就启动一点这个部分，你俩都有一个部分控制。是吧？你们先去你们不希望被控制，所以你们先去掌控形势。所以马老师，你讲的你这个就无论是你刚才讲做测试，还是讲到当年在大学的时候，这些事情其实都是一个你说了好几次心理扭曲，在我这儿有这个部分。很短的时间之内，一句话连续说了3遍，这事就有问题。有什么问题？心理扭曲。他说了至少3遍扭曲了。啊，那代表什么呢？老师，我必须讲3遍，因为其中有2遍他们会剪掉。我太了解这次文涛不剪了。对，原来结论是我们扭曲。这代表什么？我很感兴趣。讲了3次扭曲。你看他说他做测试题的时候，他先想到对方是在做一个测试，所以我想要一个什么结果，然后我就做的时候有一定的就是引导，那这个时候这个测试就真不一定准了。哦，我是就是完全交出去，就是我是什么我就是什么。但有没有一种可能，因为您太了解这个题目设置的原因是什么，所以可能在不知觉中，您的这个专业把您的本性会不会有一些改变？所以这是很有意思。你看，就是虽然我是专业的，我也知道这些题它在测什么，但我这没有评判，没有说怎样好怎样不好，甚至有时候我觉得，哎，他这个题是想，往这个方向去测，那这个和我那个自己的一个准确度，就是会不会有一定的偏差？这我做一点修正。他这个做修正不是为了掌控那个题，而是我让自己更坦诚。所以你看这个时候看见这个个性上的不同，就是你俩的这个掌控性。就是要和这个题较个劲儿，要和这个测试者较个劲儿，到底谁说了算？你瞧，你看他每次都能把3个嘉宾变成病人，你知道吗？他这他的本能。但是你像我们新闻记者的本能啊，是碰见一事儿我就刨根问底儿。我这一刨根问底儿，我发现呢，就是这个 IMP 就是迈尔斯什么布里格斯，这个它是个公司啊。
拥有这个测试的这个公司啊，1年2000万美元呢，1年2000万美元，遍布全世界，而且就是美国的这个财富100强企业。竟然有80%的企业，哎，我真是落后于时代了。就是现在企业，就是这么多的企业，都包括这个国际公司啊，真的就用这个类似于 MBTI 或者就是 MBTI 的测试来招人，或者来分配员工，就是说他适合搞人事，他适合做前线，哎，真就这么来决定。后来我才知道，咱们中国也相当多呀，也相当多，就是公司真拿这玩意儿。当人事20-30年前已经有了。我说我大学本科是心理系哈，台湾大学，可是我1年级在另外一个大学读的，就叫做应用心理系啊，应用的哈，把心理学的理论在企业管理啦里面来用，招聘员工啊，把人分类啊，因为心理学哈，心理学不管是荣格、弗洛伊德。都曾经不同的分类法嘛，啊，看你如何来用它。比方说，我比较着迷还是弗洛伊德那一套，我到底是肛门期呢，还是口腔期，还是什么生殖器官期啊？后来我发现我都是啊，对不对？我们都尝试用一个很方便的标签。来定位自己嘛，来理解自己，不一定把它限制哈。而现在这个 MBTI 哈也更方便共同语言嘛，社交工具。对啊，省时费力。我看不管我们有没有控制狂哈，还是像那个吴老师说把自己交出去，听起来像谈恋爱哈，把自己交出去哈，到最后重点在于说我们都不一定相信他嘛，好玩嘛。我更感兴趣的是后面的问题 ，OK， 你如何回应？你是什么类型？哈，那个才是重要。往往是一个很大的诱惑了。怎么说呢？比方说，我跟你交朋友，你告诉我你是什么的时候呢，我往往会上来就会不自觉的去那个想改变你，想挑战你。你说你是 I 吗？然后我就把你 E 的那方面挑出来。然后就会讽刺你，小来啦，你 I 什么？像文涛里也是 I 是吧？他们告诉我说你是 I 的时候 ，INFP， 对啊，他们一告诉我你是 I， 我嘴巴的茶都喷了出来的。他还不 I 吗？对啦，那这是重点，你当然很 I， 我不觉得他那个是 I 了哈，他有他的生活方式的选择，有跟人的距离的掌握啊把持，那可是出来做节目，出来对应。你非常E啊，我觉得很E啊，你没有，所以这都是流动的。所以对啊，所以像我早上就是 I 啊，碰到美女就是E了。所以呢，这你说的这个就是我呢，经常觉得它很准，就像算命啊，有的时候他怎么能说出来，对吧？但是呢，在骨子里我不把它当回事儿，因为我觉得有一个啊。当你在答这种种种心理测试题的时候哈，实际上我觉得反映的是你对你性格当中的哪个方面比较认同。比如说你说我这个人软弱，可能呢你平常经常怪自己比较软弱，但是实际你有坚强的一面，但是你的注意力不放在你坚强的一面。比如说也许鲁豫心里老觉得我这个人很紧张很紧张，但是你不知道可能在我们眼里，那有的事儿你比我能扛啊，对吧？你比我坚强啊。但是呢，当你答题的时候，你会自我选择我是个紧张的人。人的性格我认为是一个复合的，多种多样的。这就是原来说的那个著名的有一个玩的游戏，就是说你说出你喜欢的3种动物，第一种动物代表你自己认为你自己是什么，第二种动物是别人眼里你是什么，第3种动物就是实质上天命所归你是什么。你看这个里面，你这个答题只是反映了一个你自己对自己比较愿意选择什么？我是觉得 MBTI， 比如说我是一个非常拘谨，我是内心不敞开。我在答题的时候，我会说我内心不敞开，就是因为他把性格当中的很多过去我们会认为是不好的东西，此刻他会觉得这是我的特点，他很酷。我会愿意因为 MBTI 的火爆，我会愿意承认我性格当中过往我认为不好的东西，它是我的一个标志。我觉得跟别人不同，这个不同会让这个人会。就是保持我的怪异，
这是他这个比较好的一点，我觉得。但是呢，聊起来呢又容易获得别人认同，对，是吧？别人说哦，你是个批人，哎，似乎就被接受了。是的，这一次我又学了一个新的一个观点，我觉得吴老师应该知道，它叫什么巴纳姆效应，这以前我没听说过。巴纳姆是谁？我们看过那个就是金刚狼演的那个电影《马戏之王》里面那个美国马戏的那个鼻祖，他叫巴纳姆，是用他的名字来命名的这个巴纳姆效应，其实就是一个特别模糊的一个东西，我们会很容易就带入进去，因为你说什么都可以。其实 MBTI 就是这样，它有很多模糊的。咱们图示一下，找找自己。你看这个种种的，就4个字母概括一个人的人格。像这个主人公类型的 ENFJ， 说谷爱凌是什么来着？我不知道。INTJ 这样好像是。他是谷爱凌是I 呀。他是爱的话，INTJ， 所以大家都觉得不太符合，是吧？家辉没有符合你的第3个是我，第3个辩论家啊，辩论家 ENTP， 你看生产鬼点子的杠精，反正都是好的，有点像，都是什么？25%的小聪明，20%表达欲，15%跳脱，15%自恋，这有点少啊！你这自恋得51%，我看，对，10%探索欲，15%创造力，你看我是调停者 ，INFP，这个顶级拖延症患者太多了。我不能不承认是，就是我确实时间管理方面太差了。你就没有时间管理。对，人家随性，这真的也是你，是吧？吴老师您太好了，说的随性。我不信吧，但有时候你也不能不承认。哎，这就是叫巴纳姆效应。没错没错。就你觉得谁都对。对，吴老师有你的吗？我是提倡者。提倡者，对你今天再来这儿全提倡。满美的打工人之光啊，吴老师。那我做事真的很靠谱，但是可能老板不一定喜欢我这样。但是你有20%间断性忧郁，你看这的确是啊。你看这个我这个抑郁的部分，谁不是呢，大哥？谁不是间断性忧郁呢？对，谁不是呢？好，我们再看，就到底这几个字母代表什么？这字母的来历是 I 的人内向 ，E 就是外向。N 就是直觉型 ，S 就是实感型，就关注具体细节哈。然后 T 呢就是逻辑型 ，F 呢是情感型，依靠情感和价值观，重视感性和人际。P 呢是灵活开放 ，J 呢是喜欢做计划、做判断，就做判断。比如说他说他是 J 人嘛，我就说 J 人从来不迟到。好像有这么个说法，我也不迟到啊，我从来不迟到，虽然我不是，所以就是巴纳姆效应嘛。你知道为什么？因为他其实最终是在夸你的。对，最终都是没有一个贬义词，你会觉得哇，那你像我 ISFP 都有谁呀？那个 Lady Gaga， 然后迈克尔·杰克逊，那我跟这样的人放到一起，我当然很开心了。你会觉得，哎，我就是 ISFP 啊。当我们在做测试的时候，就是你看科学派、学院派，他有点不太承认 MBTI， 在欧美外企的真的特别流行。他们真的会第一个会做这个测试，第二个会拿这个测试这样去就是分类谁适合什么，谁适合什么。但是并不是说就直接把你调到那儿去，但是他们有一个，他们真拿这个当做一个判断的依据。那他们是什么时候做这个测试呢？是在什么情况下？进去的时候啊，也包括招工的时候。对啊。那我作为一个被招工者，我会特别抗拒，我甚至会很愤怒。他没有说就是哪一类不好，哪一类好。他不像你像那个弗洛伊德讲的口欲期、刚欲期，就是俄狄浦斯期是吧？它逐渐往这儿发展。那口欲期的确是最低级的，是吧？就当你人格停留在口欲期，你有各种各样的严重的问题。因为你要往刚欲期的时候，你有各种各样的问题。就是当你心智发展到俄狄浦斯期，这个时候才意味着，哎，终于有一个杀父娶母了。就是你终于能够竞争合作了。你想一下就好了啊，不要做。但是我就觉得，如果我去一个大公司那个应聘，然后他要让我做MBTI 的话，我会拒绝，我会说你有什么资格？就你有什么权利来让我接受这样的一个考试，就是一个测试。对，因为我如何确保你不用这样的一个所谓的MBTI 测试来掩盖可能招工当中产生的很多的不公平？鲁豫，那个拒绝的想法很多人都有。可是没有很多人有拒绝的能力。是的，没有资格呀。你没有办法。是你找人家找工作。人家说那不好意思，您不答是吧？那下一个答。对啊。所以我觉得特别傲慢，就很不公平。我想也没有哪个公司真的拿它当唯一的标准，有的时候是属于再加一个参考分儿。但是确实什么事儿都得认真。你比如说这个就是荣格说这母女俩，她本来是这个母亲呐。
就是受了荣格的人格类型的那个书的影响，然后自己发明了这么一个东西。他先是用来在家里把他女儿当实验。教育他女儿，最后他以为他教育得很成功，后来他女儿又拿他妈妈发明的这个东西啊，更进一步的完善，最后才发展成这么一个全球都有名的这么一个项目嘛。后来是美国战略情报局，就是中央情报局的前身，你想一度就拿这个东西啊来看。谁适合当特务，谁适合当间谍？但是最后据说没什么用。对，战略情报局的结论是没什么用。所以这时候有一个特别重要，你看我们讲测试的时候，它涉及到2个就是标准，一个叫信度，一个是效度。信度就是一致性，比方说我这次测你是 比方对我来讲，这次是 INFP 不是 INFJ， 然后就是下次还是这个，那叫一致性。所以这个它效度、它信度 OK， 但是效度出了一个很大的问题。比方说对那个中央情报局之类的是吧？这间谍派出去都有去无回。结果拿这个测试就发现测试显了高分，最后发现其实经过实践检验不行，这就说效度不行。但是荣格讲的一句话，我觉得我是同意的。他就说啊，也许人类可以分成8种类型，但是每一个人都是一个例外。是的，是吧？对，而且我看了，就是你发给我的那个我们做题的这个，我会发现它不太适合我们中国人思维方式去做这个题，就它明显因为就是这俩是美国人嘛。对。它首先它更适合英语语境下去做题，更适合可能在英语语境下的人们的思维方式去做那个题。中国人去做的话，第一它特别绕，它是双重否定的时候很多题，然后总之很多如果你没有经历过高考或者考托福那种测题尝试的人的话，你做这些题你很懵。所以它这是更严格的测试，得这样，就是它要到。比较到中国的话，得要中国化，中国化都要建立中国人的样本，而且这个抽样要非常的科学，就是按照中国人的这个人群结构，就是每一种不同的人，每一个地区的人进行抽样，这样最后建立一个足够的样本，然后接着再去根据中国人的特色再去修改这个部分，这叫做完成它的本土化。你比方说像它这个建立在荣格的基础之上，就是荣格本来就分了就是人性的3个维度，是吧？就是结果呢，他又加了一个这个 P， 又加了这么一个维度，一共4个维度。这个4个维度，你看2乘2乘2乘2，这个等于16种人格类型。我觉得在我的感觉里，人没有办法分，就是这么细分出16种来。我听他们说，你们心理学家就说，好像还有点靠点谱的，是一个叫 Big Five， 就是对大五，你说大5是哪大5？大5理论它就是经典的，这我可以拿手机给大家来念一下。这个因为我说外向性大概是神经质。还有什么负责任性，反正尽责性，还有一个是什么了，我也记不清了，大概就这么。因为对我来，我是偏就是我喜欢做抽象思考的，就是我觉得大5理论它没有这个理论上的美感。你看我根本记不住那5个维度。你看荣格的这个，就是首先内向和外向，就是他讲的这个能量是我们是向外的还是向内的，就是你看，在我的感觉里，所以大家老说你是 I 人，就从某一方面是，但你说你这个能量，比方我们之间现在一聊，你俩的这个能量往外走，这是很明显的。有一点我觉得是对的，我想你也是 I 人，就是说，你是在独处的时候恢复精力，是获得休息，对吧？但是你看我平生最好的朋友，他非常典型的就是跟人获取能量。我发现他就是。工作完了之后哈，要去跳 disco， 要去蹦迪，就或者跟大家玩儿，他觉得那个是他的放松和休息。这确实是我和他的不同。是。所以这是你看，先讲外向和内向，你这样一听，这非常的清晰的这么一个分法，是吧？接着这个就是 sense 和这个就是那个。直觉的 intuition 就是因为我的发音比较差，河北英语，咱俩一样。河北英语，对他这个 sense 在讲的是，你看当我此刻看了这个眼前的这一切，我的视觉、听觉、嗅觉、味觉、触觉都打开，我对这些具体的细节特别的在意，而且很多时候就陷在这个细节里出不来。那直觉型的，他看到几个细节，结论已经出来了。就是所以甚至有时候看见一个细节，突然之间洞穿了一些东西，所以这叫你看这里面也有一种美感，是吧？它非常清晰，就是然后接着再看这个就是 T 就是思考嘛，是吧？就是F 就是 feeling， 就是 feeling
因为 feeling 和 sense 有，其实在英文上我一直没搞清楚的，但是 feeling 你讲讲，其实没有什么特别的本质上的，我们叫 annotation connotation，就整个的意思是差不多相近的，就是它的内核有一些细微的差距。到了这儿 feeling 他把它翻译成情感。是，其实你说在我们中国人看来，你说那个 sense 和 feel， 你去感觉它和从感情上去感知它有什么本质的区别？就算有区别是 what， 那怎么样？因为可能我真的比较傲慢，就像那句话，我的性格我最了解啊，或是说我的命运我自己知道啊。以前有人说，哎，我给你看看掌纹，算算命，那对方说，我还要算吗？我的命运我自己知道啊，我一路走来，走到30岁、40岁、50岁，我再不知道我的性格、我的命运，太好笑了。我太不讲劲了，可是你叫我玩吗？好啊，玩一玩啊。像我也做了哈，烟什么 TP 哈，那所以这是一个傲慢的观点呐哈。可是不傲慢的在于说，我觉得也很好玩，很方便。年轻人说，大家还在迷惘之中啊，一做这个啊，就好像了解了自我，了解了自己。还有 What's next？ 下一步呢？那当我知道你是什么 I， 你是什么 E 呢？我除了说，哎，能够顺应你的性格来跟你互动配合了，好像往往至少对我来说，可能我有控制狂哈，扭曲的性格哈。第4次说了哈，扭曲的性格就是说我好想把你改变，就有点像很多女人啊，就。谁女人要改变你啊？或者说马老师，没有，我说男人也要改变女人，女人要改变男人什么呢？教了一个君子，要教了一个浪子，要把他改变为君子哈。那我意思是说，那是一种错误的想法。我不是说女人，我们女人早已清醒了，浪子回头也不能要。哎，那就好了。对，你爱改不改，与我无关。应该的，不要试图说，哎，那个去改变别人哈。可是这个 MBTI 往往也成为一个诱惑，让你觉得说，哎，好像是一方面顺从你，一方面去挑战你啊，改变你。对啊，我跟你正相反的是，不是改变别人，而是说呢，我一确定他，我自己就想改变我。比如说，我说我是 P 人，哦，爱迟到，我下决心从明天开始我就不迟到了。结果呢？啊，今天没迟到啊。今天是因为你昨天要改变了是吗？今天比你们到的都早吧，对不对？我肯定比你早。你要化妆嘛？关键你这个改变的持续性呢？江山易改，本性难移啊。对。我还真的觉得，人是可以改变的啊，人是可以改变。只看你这个决心有多大，而且是因为什么呢？我觉得你有一切的可能性。人的心里其实就像个小说家。他有100种性格呀，要不然你就不会理解你小说里的任何一个人物啊。你心里有啊，只不过他的显和隐、强和弱，或者说你自主意识的选择，你认取什么？哎，我觉得，所以一方面来说，人有这个惯性啊，你能够看得出来，但是另一方面，我觉得。正是因为我看出来了，所以我才能够改变我自己啊。但是性格真的无所谓好与坏。当然你说那个工作什么一般的那个迟到是不好，但是你看我是一个，我跟吴老师可能一样，我从来不迟到。但是当然不迟到，我觉得是个好事儿。但是作为一个性格来说，它说明我的性格不够放松。哎，其实很累的。所以我意识到这一点。所以我最初也是，我觉得这个文涛，我就对你有很好感的一个重要部分，觉得你随性。不，但你也不能助长他那个迟到的那种。但我的意思就是，我工作中或者重要的事儿我不迟到，但日常比如咱俩约个饭或者干点什么小事儿，我能不能放松？就是不要那么可丁可卯的，就是不允许自己迟到。对呀，江山易改，本性难移，很难。这就是所谓性格就是命运嘛。以前可能很多小孩会羞于说我是一个爱人，因为我们从小会觉得你不融入群众，你群众关系不好，你不够合群，是个缺点。我的小学1年级老师给我的评语就是你要搞好群众关系。哎，你看你孤僻，我一个小孩我都懵了。但是现在我就会觉得，哎，那我是 I 人，挺酷的嘛。人梁朝伟先生都是 I 人，我觉得与有荣焉，就是他会让很多的孩子去正视我性格当中可能本来会被认为是负面的东西，这是他的积极的作用啊。励志，对你这么说好，是不是？哎，我问你，
比如说，要是你看到关于你的心理描述，哪怕是一个心理医生跟你讲，说的特别准的时候，你特认同的时候，你感到的是什么？取决于他讲的是什么。如果比如就泛的就是，哎呀，他说我性格，哎呀，说的真是太对了。如果是我不在意的，比如说吴老师说啊，你会觉得你的性格当中，你可能特别较劲，像你说你可能比较有点封闭，有点拘谨，或者什么理性诸如此类的，我都认同，我接受。但如果它涉及到我内心，人总会有一些抗拒的，不愿意去正视的，内心的有些可能阴暗的东西，或者脆弱的伤痛东西，我可能会特别抗拒。我会在他做出那个评断之前，我以我们的方式化于无形，就你别说了，我也不想听，咱们到此为止，我一定会这么做。哎，你不会感动吗？我不会，这有啥感动的？他说我为啥要感动？我不明白。不，咱们说公司拿这个找工作哈，是问题的一方面。其实据我所知，中国年轻人啊，主要还是拿它当娱乐。但是问题，这个娱乐的后边是什么啊？我有一个猜想，一切都是因为孤独。就是怎么说呢？你看，当我们在谈这个的时候，我得到了注意，我对我自己得到了某种认同，甚至于你知道，有一个人跟我讲塔罗牌，你知道有个人就失恋了，在晚上啊看一通宵。看一通宵，这个塔罗牌那时候那个大仙儿们哇哇哇就说，然后你看那个网上还经常就有这个问题，就是说此时此刻你的那一位他是不是也在想念着你？然后比如或者说3个月他是不是现在找了另一个男朋友？或者说你现在到底是应该去跟他再说一次，再争取一次，还是就此放弃？后来我这个朋友明白了，他说啊，这是我一种度过失恋的方式。他说实际上是感觉到什么呢？不在于这些塔罗牌的主人们他们讲的对与错，而是在于他们在谈着我心里想的事情来。他说正是因为我满脑子都是这个，但是又能跟谁说呢？跟哪个朋友有耐心听你说？他说有的时候这个塔罗牌也好什么也好，你知道吗？等于说有种温暖，就好像哎呀我不那么孤独，我不是一个人在苦思这个在承受，有人似乎在说着跟我心里想的一样的那些话题吧。对，人是需要有自己独特的个性，我独特的存在，但同时需要找到同类，就是确定感，就是因为人真的不知道自己是怎样的，就我是谁，就是我们真的想这个特别清晰的知道自己是谁，这事儿不容易，而且我们只能大致的模模糊糊的知道自己是谁。当有一个测试就是说你是怎样的，而且确实 MBTI 有这个好处，没有这种歧视性。是不是还有归属感啊？对，还有归属感，你们属于这一类。不止了。刚老师说确定感，我感觉说还不止确定，还肯定。好，他不会说，哎，你得出来说你是一个小气的人，你是一个很贪心的人，你是一个很好色的人啊。他不用这种语言啊，他都是用正面啊，好像中间其实是偏向正面的。给你确定你是什么人。我们从小连我都是不合群，到我女儿也被她老师说不合群，好像我身边没有朋友没有被老师写过不合群，其实是老师自己语言的贫乏，他找不到语言去描述你哈。可是文涛刚说到什么塔罗牌，我想到一个经验哈，蛮好玩的。你也有提到什么星座血型对吧？我比较老牌。我算紫微斗数哦，香港那边算紫微斗数。对，然后那个像我命宫里面呢，很好玩的经验，有一颗星是陀罗星，转来转去的。你命宫有这个星，表示你什么呢？三心两意哈。OK， 那本来一般是说不好啊，犹豫不决什么什么，可是我把它理解为我思虑很周延啊，周密啊。我事情不会很冲动，只看一面啊，看方方面面，所以想得多，运转得多，所以我就把那方面的焦虑跟烦恼放下来了。当我碰到事情，我觉得哎呀，到底 A 呢还是 B 呢？我选择甲了还是选择乙呢？想了半天很烦恼啊。那我就提醒自己，那表示说我必然要经过这个阶段的，所以我要干嘛呢？冷静沉着。不要那么烦躁啊！反正我就会想，
越想得多越是好事。那这个就可以引导我自己，帮助我思考。所以运用之妙在于人。对吧？有些人呢，你就把它搞成迷信，或者是搞成负能量了。但是你只要会运用，对吧？任何一种工具都可以拿来提升自己，或者说调整自己。而且这时候我们再看见这个马老师的一个刚才老师掌控，他看这个掌控的好处。刚才这些东西不高级，紫微斗数才高级。他心悦诚服，他要学这，他要学这个。你看，他觉得这个，给你看他觉得 MBTI 这玩意儿就是。他不接受，所以说那个马老师没有，我必须澄清，我刚一直以来都没有说不接受，因为掌控他有时候在就是那个东西，其实自己觉得自己在这儿，他那玩意儿在这儿，他有点看不上。但是当一旦紫微斗数，你看刚才马老师在讲，这感觉就不一样了。他要把这个东西学过来，你看，然后他有感情嘛，老师，我不是不接受，因为那个东西，像文涛强调荣格那句话，每个人都是例外，很重要的。到我这个阶段，这个年龄，OK， 那紫微斗数也跟我有亲嘛。我就是说，我对紫微斗数也是有感情，准确的来讲是期待的感情。当年咱们在香港的时候，有一个紫微斗数的大师给我算过，所以鲁豫，你真是，我是潜力股，你等着，你别嫌我老。他说呢，你这一辈子啊，反正就发不了什么财，但是64岁之后怎么着呢？发大财。多大的财啊！反正你想，他平常都是跟香港那些富豪算的，所以鲁豫，你别说你们家车库的事儿，你帮我建一车库，你给我建一车库，这就没几年了啊，这就没几年了。文涛可以给你泼，我可以先给他泼个冷水吗？你让他做2天梦，好吧？那你要我不讲，要不然他还能给我盖一车库？不行，我忍不住。您说，董木杰，你知道？铁板神算大师啊，我听说过。前一阵子过去了嘛，离开啊，101岁嘛，啊，都有准有不准。其中一个，你刚刚说起这个哈，那个他给黄沾算哈，就每一年做什么事，前面都算得很准，反正就算到过了65岁，还有一个事业的高峰，啊，大红大紫啊，有大的影响力。大概到了73岁。才马马虎虎说，等于是说到时候再看了。结果呢，黄沾呢63岁走了，离开。这该笑还是该哭呢？对啊，所以那个给你泼个冷水。当然人有因果了，所以很多不管是紫微也好，星座也好，信玄学不如说信因果。因果嘛，像黄沾，我刚说他的举例哈，他的例子，他一天抽3包烟啊，能不死吗？到63岁。OK， 那就是人的因果。就算你命中到75岁的 ，so what？ 那怎么样？你讲到年纪，咱们以前北京同事那个公关部的那个叫不说他名字了，他说他有一次去，就是让人问，好像说，哎，您帮我看看我怎么样？人说，你到70多岁有一个坎儿，说然后呢，啊，没事过去了，然后说下一个坎儿呢，说80几岁，说然后怎么着呢？没过去，这个当时我们听着就笑死了。那是孟子啊，是吧？73、84。但后来一想也行了，80多岁也可以了。万法皆空，是吧？因果不空。其实过去就有人讲了，就是说这个叫善易者不占呐，就是真懂易经的义理的人，他不是占卜，循道而行嘛。如果算命算得不好。但是呢，作为一个好人，作为一个君子，对吧？就要做这件事情，难道因为这个就不去做吗？他有另一个价值观。当然，吴老师，我还是跟你有一个问题啊，这个物以类聚，人以群分，人类这么分，有什么好处？你看这时候很有意思。我们交朋友的时候是物以类聚，人以群分，但谈恋爱的时候又变得不同。谈恋爱的时候你发现没？就人们都是找跟自己不一样的。也不能说都是啊，但是找跟自己不一样的非常非常常见。就是我自己的就构建了一个简单理论啊，人性坐标体系。你看我们有一个外轴，这是自恋维度；有一个横轴是关系维度。如果有一个人在这个象限，就是我们相处的时候，就比方说交朋友、共事，我们找一个和自己类似的人，这样简单。但谈恋爱的时候，我们就希望从这个位置穿过圆心，找一个跟自己正好相反的。
因为这有个好处，一下把你的心智空间扩得非常的大。当然，照荣格这儿说法，就是每个男人心中都有一个阿尼玛，每个女人心中都有一个阿尼玛斯，所以就是阿尼玛是谁？阿尼玛是谁啊？就是女性原型。然后就是每个男人都想找一个女性原型，而每个女人都会找一个男性原型。我就知道阿玛尼，对，我也想的是阿尼玛。阿尼玛是女性原型。对对对，女性原型是什么？对，就是男人要找一个完美的女性和完美的男性，男人都寻找一个女神。他不是完美，他就是寻找一个正好跟自己互补的。你看，为什么找一个互补的呢？当他在这个位置，他寻找一个在这儿的，他的心智空间，照我的说法，他对这个世界的感知，对人性的感知，一下做到了最大的扩大。而这是女性也是，当你处在这儿的时候，你处在这个位置的时候，你也想穿过这个圆心，找一个和自己找这么一个人，这是你的这个灵魂伴侣。这灵魂伴侣在一起，不整天吵架，整天折腾吗？就是觉得折腾很痛苦，但折腾来折腾去，最后你的心智就扩大了。就所以说，谈恋爱的时候多吵架，拓宽心胸，是吧？其实什么叫灵魂伴侣啊？就灵魂伴侣，在我的理解里啊，就是因为我们老说人活着是为了幸福快乐嘛，一般人理解是这样，但我觉得不是，人活着就是为了让自己心变得圆满一些。就是所以说，你如果一直在这儿活着。你假如你的范围就这么大，你不狭窄吗？然后再找一个正好跟自己相反的，就一下你看，这个心智的感受范围一下大了很多。就是拓展开拓，这个互补理论啊，哈，都常说嘛，找个伴侣好像跟自己不一样。我的经验在于说，这是对的。你要长期维持关系，夫妻关系也好，朋友关系也好啊，不管你有什么不一样，一个比较安静，一个话很多。像我太太一天只讲3句话的，早安、吃饭、晚安就讲。那我都讲，我心里非常感恩。万一她跟我一样话多了，抢着讲，早就打破头了，对吗？那大家我讲话你就听吧，就讲，点头看着我。可是有一个东西一定要一致的，那才能可远、可久、可亲的是什么呢？价值观啊，就是榨汁机，榨汁观。好，请替我怎么把它榨取干净？没关系，你有字幕。是开玩笑，开玩笑。这样价值观value那个价值观，比方说2个人相信什么是好的，什么是美好的，什么是正义的，什么是应该做的，什么不应该做的。假如在这个上面差距很大了，你走不久了，也走不舒服了。你其他都无所谓，价值观是没得牵走了。就像文涛刚讲的说，我算得不好，可是我觉得君子要这样做啊，这就是价值观的问题。榨汁，对，这就是价值。你真是把君子榨干了啊！那我是故意学你的啊。那个鲁豫，你不向往灵魂伴侣吗？我是觉得我们不要给自己预设太多的标签，然后太多的定义。我觉得只要你生活当中你们2个人契合，待着舒服，有话聊，彼此能够亲近，是不是什么伴侣它不重要，就这个定义权你就交给自己。我觉得最大的问题就产生于，就是我们在一个事情发生之前，我们预设了很多的标准，很多的概念，然后我还没有什么人呢，我就先奔着我得找一个灵魂伴侣，这就是所有问题的开始。这是我觉得涉及了一个特别重要的部分。我们到底是有自己的意识，有自己的脑袋做决定选谁，还是你最后，因为讲到这个恋爱的时候，有时候你不可思议的被一些人吸引，你感觉那个东西它不是由这儿决定。所以当然你也可以，鲁豫讲的是有自己的这个自主意识，有自己的心来决定。但是其实我就再次看见你俩之间就是有一些这个共同的部分，就是那个要自己掌控。你越来越把这俩说一块儿了，是吧？他们俩是一灵魂伴侣吗？我是特别抗拒在生活中给我塞很多的概念，就我从来没有想过谁是我的灵魂伴侣这个事儿。灵魂伴侣这个词，它不在我的日常语汇和我的思考范围当中。听着都臊得慌啊！哪天给你找了一灵魂伴侣？我从来没想过这个问题，但如果这个人他最终能够跟你走到，比如说最后或者很长一段时间的话，他多多少少应该符合灵魂伴侣的某些标准。我觉得一定不是全部，一定不是全部。我再问你一个问题，你觉得因为我一直觉得，其实你内心呢，也不知道是坚强还是不坚强。坚强，我觉得坚强啊，就是说，你觉得你所有自己的心理问题都不需要求助于人吗？就是
我自己全搞得定？不是，是你不会求助于人。这我后来看了那个 ISFP 里面有一条，就是你不太会向外界求助。这个就是我刚才特想问吴老师的，我觉得就很绝望的一点，就是人需要了解自己吗？需要，因为像您说，我要找到一种认同感、归属感和确定感。但问题是你认定了、确定之后，你知道问题所在，其实你无能为，你改变不了。就是当然，如果我们大概了解自己，贴个标签儿。就归个类，然后立马就获得一个确定感，这是我们所以说这是 MBTI 或者其他各种测试的，就是它的一个局限所在，是吧？就它是大概其，但是当我们能够这个精细的去了解自己的时候，我觉得这是个很美妙的事情。但是，对，我觉得我挺了解自己的，我不能说100%，但我觉得已经非常大程度的了解自己了。但是像文涛说的，那你比如你需要向外界帮忙求助，你不会。他这种人多了，你们全失业。比如此刻我会觉得有一些问题，我自个儿在这儿，我只能自己去死扛，自己去梳理，因为你不知道该如何向外界去表达，这就是个能力的问题。好像我先天老天就把我这个门就给我关上了。那因为鲁豫，你刚讲完了，现在3个人开始在分析我，好恐怖啊！我是崇拜一个扭曲的分析另一个扭曲。鲁豫刚说一句话，我非常感动了。因为你马上就很肯定的说，我是个坚强啊！你刚说你好，我非常感动，因为坚强是我一直想做不到的事情的啊。所以我感动之余，我好奇说，你觉得你这个感动是你从小不是感动坚强哈，从小就有了，还是说后来生命过程里面有某些事情发生了？这个我直接下个结论，能够训练锻炼出来了。原生家庭是吧？他研究这个，我觉得性格。绝大多，比如说你不能100%，70%-80%就是你天生就有的。很少有人小时候严重的不坚强，长大了会变得非常坚强，这种事很少有。他不可能通过某些生活当中的一些强刺激，各种各样的，就老天那个苦其心志那种，然后把你锻炼得很坚强，不可能。你发现这些人本来他就有很强的一种韧劲儿，结果老天又锻炼他，让他变得更强。对，还是体内。那倒过来问好了，比方说现在发生了一些事情哈。事业上面的挫败，或是说感情上面的伤害，OK， 一般人会哭啦，会求助啦，帮个忙吧，借钱借给我吧，等等。那你说你很坚强，不容易去求助啊，那你会怎么样做什么事来回应这个外面的生命里面的挫败跟困难？没有任何的试图去改变，就是自个儿扛过来。就是你的终极的一个逻辑就是你知道，其实谁都不是纸糊的，就这事儿你终究会过去。之所以没有过去，唯一的原因就是时间还不到。就是我从小，当时我们上英语课，老师给我写了一句话叫 "This shall pass too"， 就这也会过去。老师的意思就是说你有好事儿，你别特别得意，它会过去的。但是反之，就是不好的事儿，它也会过去。所以这是我一直有的我的一个算是个信念。但您说有什么方法？没有，就是坚强的人不是说你不会疼，不是说你不会绝望，你会坚强，就在于你绝望的时候，那就绝望吧。你总有一天你会不绝望，这个我觉得是坚强。这就是为什么我经常每次听到别人嘲讽心灵鸡汤家辉你写这些心灵鸡汤，那我都不太高兴了心灵鸡汤有用啊？为什么它是心灵鸡汤一个很笼统的句子金句，被别人说了就说了，因为它有用啊，因为它往往真实啊。比方说鲁豫刚，对我来说已经是个方法了。比方说有挫败有困难的时候，我就想一下我的老师鲁豫的老师This shall pass too， 都会过去的。光是想这一句，我就有更大的能力来熬过来了。或是说想另外一句，时间可以让你伤痛减轻，所以时间还没到。但是我像吴老师可能就会有第3句，就是你是不是小时候比较缺爱就是不是小时候向外界求助没有得到回应？原生家庭你看他绝对是这个很不一样。要咱来聊的话，接着我就会把这个谈得非常的具体，而且先要好好去问你，然后去询问，当然有时候使用自己的感觉去感受一下你的状态是怎样。这个照这个心灵大师，你看他是这个
半路出家，他就直接说这个一定要原生家庭。嘴替行吗？我跟你学的时间长。但那天有一句话特别打动我，就我前2天做一个播客，然后采访一个那个叫张春，您可能知道。我知道。对啊，然后他当时讲，他说他特别难受、特别抑郁的时候，他哥哥有一天拍拍他头说：“保住狗命，无所畏惧。”这句话特别打动我。你要说这个哈，我觉得我是一个什么呢？我会要解决我的这个痛苦。就前几年我这个神经性耳鸣，你这个主观性耳鸣，你知道这个耳鸣啊，刚刚发作的时候，有的人是会自杀的，因为他整夜不停的就这么响啊。但是呢，大部分人或者说相当一部分人，最后时间长了，跟你这个原理也一样。一方面呢，你不用担心，这人呐，这个适应能力是惊人的。到最后呢，我记得就有一次，我就觉得这个耳朵里吵的就不行了，我就恨不得我觉得那个就是到了难以忍受的顶点的时候啊，我就抓起一把剪子，然后但是我有自制的啊，抓一把剪子，啪，我一撒手，这个剪子哐当就掉地上了。然后后来是我哥哥跟我讲的一番话，所以有的时候这个鸡汤不是没有用，而是你没有这样想过问题。他说：“文涛啊。”这个世界上，我敢说1半以上的人都有某种隐疾啊。你看有的人走路是不是有时候一瘸一拐？有的人他说你像我们父亲，这出过工伤，他一辈子都是这样。他说你是原来啊太习惯了，有什么毛病就好了。所以你不习惯有一个东西叫后遗症，就永远伴随着你。他说实际上这个世界上你问问去，有的人有神经疼，有的人有什么各种各样的隐疾啊。他一说这个，我就说得很好啊，我就一下子好像就然后你知道就是这种毛病，在最早的时候我就看见也会有一种心理上的陈述啊，就是有病的人会嫉妒没病的人，这种我都出现过。就是最刚这个耳鸣的时候，我就记得我看电视剧，我就看电视剧，我就看这个演员的耳朵，然后我心里就想，他们这耳朵都没毛病，他们都不耳鸣，你会有这种，对，就会很折磨。但是你看最后，对吧？可能是哥哥这么一个，那你后来怎么好的？后来怎么好的？没好啊，就并存了，就共存了。那你现在依然还是就是时不时的会耳鸣？它主观性耳鸣很神秘。什么叫我都不？主观性耳鸣是什么？客观上没有这个声音，这就反映了人的声音和大脑啊，人的声音和影像啊，不是外界这个样子。你之所以是这个样子，外界只有震动波，是你的大脑把它翻译为这个声音的。可有的时候哪儿出了点问题呢？外界没有这个声音，但是你的大脑哪儿不知道，到现在也不解之谜，它就会发出一个声音。但是呢，为什么叫主观性呢？比如我现在跟你说话，意识不到，它就没了。但是你问我现在有没有，我一听它有了。哎，这就是说心理学上，你看你讲注意力，你想它有了，但是你只要被别的东西注意力拉走，它也不知道有没有，反正跟没了一样。对，就是你觉得你这个是纯主观。其实我是从高3开始，我一直我是知道耳朵有问题，原来都有精神病。我这个不是精神病，这真的是耳朵坏了的，耳朵坏了。所以文涛你咱们俩真是兄弟，都是河北的。你刚说对，你俩都是河北，我想起来了。是你哥哥告诉你的吧？对呀。对，所以这个因为我哥哥在之前1年耳鸣了。没有，我是想说。我经常提醒年轻朋友哈，他们跟我请教，马叔很烦啊，怎么样度过生命的困难低谷哈？我说小朋友啊，你的困难不止这一次，提醒你说就是说想一句句子，像一个锦囊，自己给自己写一句锦囊放在胸口，一有困难呢，想一下这句锦囊。比方说刚说什么 "It shall pass too" 都会过去的。比方说。你哥说谁没有病啊？你不要太习惯这种病。那个通常小朋友会反问我了，马叔你的锦囊是什么？我说请看我的小说。小说的真的我这样说，因为小说的主人公啊，
有一句话，那是脏话，不能全讲哈。把它脏话的部分去掉了，那是广东话。是但呢，是但就是随便，随便哈。Let it be， 是不是可以这么说？哎呀，我这英语是但呢，我甚至用那个老派的粤语说是但但豉油撈飯，这样懂吗？豉油就酱油嘛，撈飯哈，等于是说你很穷的时候随便拿，没有菜，一盆白饭，拿个酱油，淋在上面就吃饭。是但但豉油撈飯，这就是我的锦囊啊！碰到什么困难烦恼，想自己过去了，我就提醒自己是但但豉油撈飯，哎，随便了，好死不如歹活着，就是这样。对，但是话的也得辩证的说，这个是锦囊很有用，但是我觉得也要注意一个，就是说简单化、标签化的问题。我觉得现在标签化呀太厉害了。而且甚至于你看，都营销到小说上，它有时候又跟互联网上，你比如说这个 MBTI 啊，它很多是盗版的，就是它不是这个正版的，而且不光这个了，太多了。你知道网上各种各样就是打着这个心理测试的这个东西啊，好像是腾讯都封了一个几百万的号。他就做这么一张图，上面写几个，哎，一个浪漫主义者，一个细心的人，一个冲动的人，就这么一下，哗，家伙火的不行，最后弄得最后就说不当得利，就给封了，你知道吗？那个腾讯封了很多这种。你知道，2021年 CNN 做过一个纪录片，叫人格测试背后的黑暗秘密 The Dark Secret， 对，黑暗秘密，它就是讲的就是 MBTI， 它不是 PMBTA， 它像一个揭黑纪录片。它主要是说美国大企业就用这个 MBTI 来测试，然后有一个男孩好像自杀了。据说是因为他在求职过程当中很多就是突然就变红的东西，就关键部分他都好像没有通过。反正跟这相关，最后男的自杀了。然后当然 MBTI 那个组织后来还就是反对做这么一个纪录片嘛，但就是你看，就是在国外的那个主流媒体已经开始有一些人在质疑你的企业是不是应该用这个来测试。对。然后我记得那华盛顿邮报就说，在你们这个专业的心理学界是谈到这个 MBTI 是一个禁忌，好像就不太愿意去谈。也就是说是正经心理学家都不太，除了你是吧？不正经。我是对什么都感兴趣，我对什么都感兴趣。但是我是对所有的测试，你看就是 CLPF 还是什么 EPQ， 就是这些东西我也不认同。我比如说我问你一个求职的年轻人，对吧？他想做这个工作，但是呢，所有的性格测试，甚至包括心理学家都告诉他，你这个性格更适合做另一个工作。那么他到底应该做哪个工作？其实关于这个，我是哪个赚钱多做哪个工作。对啊，你终于明白了。等我64啊，轮64。首先我个人认为，我就是现在西方动不动讲歧视啊，我觉得。企业和员工之间有个相互选择，这本来也有这样的资格呀，因为大家都是相互选择的时候，为什么只有员工可以选企业，企业就不能选员工嘛？不管企业的方法论对不对，比方我举个例子，以我这种个性，让我去做那个销售、做公关，那就是个特别大的问题。但是你让我做战略，你让我写东西，你让我做分析，这就非常的好。可是，假如你的个人爱好就是做公关呢？那这个时候有一个特别重要的部分，你不了解自己，你去做那个爱好是哪儿？爱好如果是这儿以为的，你就充满挫败；你如果是这儿发出的，那就很不一样。人真正发出，你看我们讲目标哪儿一线呢？以你的心，对，一线嘛，就是你的心嘛。你的心在哪儿呢，哥哥？这个对，再左一遍，左一点，这是心理上的心是吧？心理上的心。对，因为一般我们讲愿景和目标，它非常大的区别。很多人的目标是你以为你想要这个，但是你自己真正追逐那个和你的个性不相匹配的目标的时候，其实你身体会抵触的。但是真的是有的人，他有一个特别不切实际的一个梦想，然后坚信自己就是天选之人。我们碰到过，这个世界上我采访过这样的人，你都不忍心去戳破他的梦想，他就坚信自己下一个王宝强。下个李连杰、甄子丹，所以这是坏。他就坚信，对，但他很年轻，但头发都已经掉得不行，然后就是，但你无法去说你真的不能做这个。那你凭什么确定他不能做呢？我好奇哈。那你要做王宝强，你要做李连杰、甄子丹，那你得身手得好吧？你得有童子功吧？他都已经比如30多岁了。
这种种的证据显示他可能性不大。但是他真的就是一心就觉得你们现在就是你给我一个机会，他为此愿意吃糠咽菜。那你说你怎么办？这真的是有这样的人的。谁？我觉得这个时候我们得说，一个人是活在事实中还是活在幻想中，这巨大的问题嘛。所以说，如果活在幻想之中，和自己的事实和外在事实不相匹配，这就是心理疾病啊。严重的时候甚至是精神疾病啊。哦，如果这样有这种冲突，应该找你了，是吧？就是太严重的话，找我们也无效，因为我们建立在就是这个人还能对话，这个人知道我有问题，愿意探讨，说我的这个 self 是有问题，这时候才能找咨询师。如果说这个人有问题，但是我说我没问题，通常这样只好找这个精神科的医生要开药了。你看，我觉得现在还是荣格讲那句话，每个人都是个例外，虽然人类可以分类。我现在有个感觉了，就是说，本来呢，心理医生是1对1的，但是好多1对1的心理医生讲的话呀，现在变成了一个网上的公共话语，而且呢，说的就铺天盖地。你知道，一说的成这样呢，就容易有点过头。就是你看啊，到处都在说我是讨好型人格。然后呢，到处都在说，那天我还看见你在说，你要做自己，你要尊重你自己的感受。甚至那天我看那个小视频，连这个人人尊重的这个马斯克都说，我的人生经验就是你不要理会别人的感受。这个话呢，对于某些就是自卑型的讨好型人格的人是非常有用的锦囊，对吧？可是你知道，当他在媒体上太多说的时候啊，我有一天我突然觉得这话说的有点过头了，就是说的好像这世界上都是把这个别人感受放在自己感受之上的人吗？我说这世界有这么美好吗？我自己的人生感觉，我觉得另一个部分同样真实，就是这个世界上我在社会上行走30年。我觉得我见到的那种把自己感受放在别人感受之上的人，一点儿也不少啊，甚至就叫多，对吧？那你说圣人们说的有错啊？就是说做自己，你不要理会别人。哎，我觉得有点疑惑。我觉得我这么多年跟朋友相处之道，我们之间获得的美妙的生活，都是因为朋友之间把自己的感受放在朋友的感受之下呀，都是体贴的人呐，都是尊重朋友感受。就是我没关系，只要你们高兴。我觉得我周围都喜欢我们这样的朋友，生活很好啊。相反，那种被我驱逐的、被我远离的，都是那种只顾自己的感受，不注意别人的感受的人呐。对吧？那怎么现在说的好像全社会难道都是那样的人？我说那就有那么美好吗？世界？我觉得我特别认同这一点。就现在这 MBTI 因为太火了之后，然后所有的人就会觉得，哎，因为我很特别，我很独特，我要做我自己。所以哪怕我性格当中身为一个成年人，在一个正常的社交场合，我们应该有的成年人的体面，我可以不用去管他，我做我自己。我是个特别直肠子啊，您别在意啊。我说句你不爱听的话呀，是，你可不可以不要说？所以我特别认同你说的，就是很多时候你的个性，我们说保持怪异，因为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那个怪的地方。你也可以做自己，但是当我们在一个身为成年人，在一个公众场合的时候，除了你怪异的自己以外，我们该有的成年人的这种社交体面，我觉得还是应该尊重的。甚至坦率地说，我很有点讨好型人格，可是这给我的生活带来了无穷的快乐，我没觉得我扭曲不健康啊。你能让你们朋友高兴，嘉宾高兴，就很高兴啊，朋友也多呀，朋友帮我的也多呀，这是好的关系吗？但是如果说是不分具体对象，这只有此来一个部分，你不要讨，就是因为情商高的人就有这个部分。你认为你在讨好别人，但是你认为你在讨好别人的时候，你也是基本舒服的。太舒服了。在很多时候，他们可能强调，就是说你不要因为有讨好型人格，被有些别有用心的人利用了你的讨好型人格，可能占了你的便宜。对，所以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对，是的。而且关键在于讨好2个字嘛。你假如这种表现哈，我喜欢大家协调，大家互动，我也快乐哈，那可以叫做协调型人格啊，沟通啊，因为这叫配合，有你有我，这叫你在关系之中，而讨好型人格是在自恋之中，有对方没自己了。
这是完全两码事。但我觉得经你这么一说，我发现我在生活当中碰到的朋友，他如果是格外自私的，完全以自我为中心的人，我会慢慢远离他的。对呀，这种人最后会失败的，你不能这么教他。是的，很多人都说嘛，我自己，我要超越自我，对吧？你25%是自恋，我这是另外75%是自在啊。那个很多人都说什么超越自我，好多年前我有个下属啊，就是讲说，哎，我要超越自我，我要做什么事超越自我。我在旁边听了嘴贱啊，嘴巴擦。那时候年轻啊，30岁，我就说，你的自我的起点那么低，要超越自我有多难？超越了自我又怎么样？哇，我觉得我到今天一想起，还感觉愧疚。觉得一定伤害了我的下属的感觉啊，所以那个自我有高低的分别，有不同类别的分别，所以不要把自我看得太认真、太严重了。对，反而要看着自在，你怎么做让自己觉得自在，也让别人觉得自在。我觉得这个比较重要吧。我说句老实话，我觉得咱们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我生活里碰见的很多的这个人啊，我觉得他的问题啊，不是说因为别人的重视别人的感受委屈了他自个儿。其实他的痛苦恰恰在于他太重视他自个儿了。他跟别人的不协调造成的别人的这个痛苦，是因为你根本不知道人家怎么想，你只管你自己怎么想，所以到时候受了挫折吧。自己又觉得，你看我就一肚子委屈，其实不是这么回事。我觉得你更需要的有点体察别人的想法，要不然就没有主持人这个行业了，对吗？我们这职业就是得把嘉宾放在我们上头啊。那么我们光想自己吗？那这个时候就不一样了。假如你在把别人放在你之上，但是你不在了。这时候就问题就大了，所以这叫讨好型人格。像刚才那个马老师你们讲的，你把别人把嘉宾放在，就是把嘉宾的需求放在你这儿之上，但是你在，所以你就是一个好的主持人。但你看生活中我们见过很多这样的人，是吧？当他去考虑别人的时候，他就不在了；当他考虑自己的时候，对方就不在了。你讲的对。哎，文涛，你去做过心理咨询吗？没有，我也没有。你感觉到有过这个需要吗？没有，因为我动过我就脑子里面闪过。你有什么问题的时候你闪过？我只是觉得，哎，我是不是可以这样？因为这是个特别专业的领域。但我当一想时，我想我无法相信任何一个人，就我不知道我能够，我总觉得我需要慢慢的打开自己，我需要一个时间，我需要跟你认识，然后我相信你，然后才能够可能一点一点的讲到我自己。我想不到任何一个人，我能够在短时间咱俩就1个小时啊。你躺在这儿，然后开始说话，我就发现这事很难完成。咱俩打的夜班电话有点这个作用，你还别说，是吧？行吧，有心理问题打个电话吧。彼此的心理医生，对不对？我真的最近有一个问题，我今天晚上会给你打的。行。所以你看，这个心理医生，我就说他本来是个非常细致的，但这个成本很高啊，成本太高。对啊，你做一个测试才几个钱。但是我觉得要警惕的是，就是现在这个互联网上啊，口号性的这种一些心理的这个，好像煽乎成一种什么时代精神。我觉得那个就可真不一定是对症下药的。你知道这些人听了，这人本来就够自私的了，已经够自我膨胀了，还受到这种鼓励。我要重视自己的感受，我不要把别人的感受当回事儿，他会变成个什么呀？而且我是一个特别就相信专家，我其实还挺相信专业人士的。所以 MBTI 他们被有一些诟病的原因在于这个 M 和 B 这2个人，他其实都不是有专业的学术背景的。这种才有很多问题。你比方像那个更加专业的16PF 和 EPQ 是吧？这些测试，他们也不是做咨询的，他们只是做心理统计研究的。然后他们分出这个来，甚至大5这个东西能通过，就是可能对人做一个梳理，但是能够在这个通过咨询的这样的方式或者1对1的方式去了解对方，特别具体的帮到对方，我个人也觉得也做不到。这个时候也有个问题，那心理咨询师也分，就是很多等级是吧？这个他并不意味着这个人做了10年、做了20年，他就是专业的，是吧？或者那个专业度他就足够，就是他也存在，就是因为人真的是充满神秘和奥秘的这样的部分。我们就是马老师觉得了解自己很深，虽然我觉得我也挺了解自己的，但是有时候这种了解也不容易，因为我心理学会有这个说法，你比方这是一个房间，就是它有一个房间里的大象，
这房间大象就是你的痛苦，你这辈子已经有千万次路过它的时候视而不见绕过去，所以这个房间里大象你是看不见的。就是比方我举我的例子，就是可能有些朋友说，哎，一看武志红，哎，就知道他这个问题在哪儿。但是对我来讲，我并不是那么的知道。当我找我的精神分析师，因为我们精神分析取向，你也有啊？他不能自己给自己分析，这是我们行规，我们行规精神分析取向的咨询师需要完成对自己的分析，完成要多久？一般得1000个小时啊。1000次，你就明白这个概念吗？所以我从2014年10月找我的分析师，之前我零零星星的找过，但是也是觉得哎不够佩服或者什么的，最后没有持续下去，或者有些佩服，但是对方是没时间。但到了2014年10月，我才找到了我的分析师，然后一直持续到现在。到了就是持续3年的时候，到了2017年，他讲到我一个东西，讲到我这个字体的虚弱，当时我就觉得，哎呦，这东西说的太准了。但这时候我就对他有了一点抱怨。后来什么叫字体的虚弱？就是因为那个赛霍夫讲的是字体，而那个脑袋是 ego， 就是所以说我们这个头脑性的自我，对我来讲，你看我的分析性比较强，我其实很多时候活在这儿，但是我的这个带着体感的这么一个自我，它有很多虚弱的这样的部分。所以等咨询到第3年的时候，就是我在咨询之中，我把它谈出来了，我的老师又给了我一些反馈。当时我觉得，哎呀，这说的太好了。后来我就跟我的分析师说，我说老师，你看你为什么不在我咨询第1年就说出来呢？我这个东西如此明显，你肯定就能够一眼就能看得到。你早点跟我谈，我就节省我的时间嘛。我花这么多钱，那个时候一周1次，后来1周2次，现在1周3次。后来我老师说了一句话，他很经典，他说你假定第一个我有这个能力，他说他自己啊，就是能够第一时间就能把你这个问题看出来。就是其实那个具体的问题的呈现，真的是到了这个时候才会出现。所以这是一句话。他的第2句话，他说：“你也高估了自己，你以为我第一时间说你能受得了？说你前面3年就是在一种自我保护的状态，到了这个才呈现。结果果真，2017年我感受还不是很深，到了2019年，你看那个字体的虚弱排山倒海般的涌出，哇，那感觉太难受了。我才深刻的意识到。2014年刚找他的时候，他跟我谈，那他很有可能我就再也不找他了。所以你看，这就是我房间里的大象。看个大概齐，脑袋上对他有个认识很容易，就是说一说大概也很容易。但是当真的是带着体感的这样的工作去碰触它、化解它，就甚至仅仅了解它，都非常的不容易。非常同意。就我刚才说，你以为你了解你吗？我了解，但就是你刚才问我的嘛。如果吴老师问到我有些我的那个大象，我肯定就是回避的。我特别赞同刚才吴老师说的话。那如果到了瓜熟蒂落的那一天，会不会你终于敞开了，然后痛哭流涕，从此你得到了治愈，换了个人？真的吗？我觉得有可能像就说明你心里是有个结的。肯定有结，就那大象你知道在哪，就是可能以前比如倒推几年，我不知道有那个大象，不知道。但现在可能到阶段，你知道你的问题在哪里，大象在哪。到你64岁时候，我就能够正视我的大象了。我的路子是这个不压抑，就是心里有什么，我自己治我自己的病。就比如说，那是你以为真的管用。你知道有的时候啊，我这个怒火满腔的时候哈，我做过这个实验，按说应该骂他，但是嘛，不要骂人嘛，对吗？什么都有用啊。我对着我那个手机，不是有那录音呢，我用这世界上最狠的这个哗哗哗哗，我能这样，我骂了15分钟，你知道吗？有传给他吗？那现在还留着在我这儿，等他不行了的时候再给他最后一击。不，连这个，你看这是科学，我发现就好了。这多压抑呀！不压抑啊，就宣泄了。真的，现在咱们这个岁数啊，我不允许任何不良的情绪在我这儿储存，绝对不能再这样纠结下去了，这是健康问题啊。这有用吗，吴老师？就是他对着手机骂1刻钟，他是每个人不一样。你看，对于文涛来讲，这个时候你得说 MBTI 对你的总结挺好，随性。所以你以为这对你来讲很难，但其实你本来都比较容易。那天我把手机给你听听，200条，还有分类，这像他干的，骂鲁豫的，骂家辉的，骂马家辉的，骂武志红老师的。宣泄没有用吗？心理学上宣泄有一定用处，但是你看每个人不一样，对你来讲，其实你的个性可能当面骂你也知道这个不能这么做，但是对你宣泄还是相对来讲比较容易。但是你看他就怀疑这宣泄这个事儿有价值吗？有意义吗？你看他，因为我就是一个分寸感特别
强的一个人。但你说我累不累？我就是这么构造的一个人，我已经自成一体系，我就是这样子的，所以好像累吧也累也不累，所以我就不会用你的那个方法。你还没有真正的解开，肯定我到64岁才能解开，就等着。就差我那车库了，告诉你啊，64岁才能解开。对，还有这个吴老师要同在，以后节目可以多参加，但是这个费用不断的要给我们多一点。到64岁一直捧着这个大树，这个就是熬到64岁，吴老师。刚才我讲这个宣泄性的，你看，就是无论是我在面对我的分析师的时候，还是我10年我就骂过他一次。哇，那次骂特别的好，感觉骂了他之后，就是当时我感觉我这个身体感官能力增加了4、5倍，当时我就有这种感觉，管用，而且持续了几天，就这世界变得好清晰。当他的面骂吗？就我们是远程，但是通过视频嘛，我就骂他，就是你看这感觉这么好，是不是？后来我就是跟别人讲，如果我这个状态能够维持，我愿意把我的收入的1半甚至2/3给他。你真是，只要能让他保持你的64岁。那我想知道，他当时是让您去骂他，还是您就情之所至到那儿？他老师说，你可能没有你以为的脾气那么的好，那一刻可能有一个暴怒产生。因为我没想到我是脾气这么差的，就是我那个暴怒出来了，结果突然被老师说中了，然后我就说他，就这个脏话好像不能上节目，反正就是骂的挺难听的，就是你这个就是怎么样，反正就是你怎么样，就是连着骂了他这么一会儿，老师就非常心静如水的这样看着，就是看着就在视频中看着我这样骂他。他可能我有一个好奇。老师是不是像你们心理学当中，他触动了你的那个关键词，瞬间你进入一种被催眠的状态，下意识的把你压抑的所有的情绪给释放出来了。精神分析取向咨询师会说，如果来访没有攻击咨询师，意味着咨询还没真正开始。好，所以你体格这么好是吗？还没开始，是准备应付袭击是吧？但首先有一个问题，再一个呢，它不是催眠，它是觉知。你比方对他来讲，他作为一个旁观者，他知道我觉得我是真正的讨好型人格，这个是非常非常真实的这个讨好型人格，就是他深刻的知道我这个讨好，其实很多时候，特别是在细节之中压抑着自己的愤怒，而且压抑的比较严重，我都没有觉知到我有愤怒。所以，而且一个非常非常小的事情，是这个事儿是怎么回事呢？是我给我的老师说，我这明天我有事情，所以这个咨询取消一次。明天什么事呢？我在开课，结果我开课正好是课间，他就是打视频嘛，他就打过来。然后我就看了一下我就立马把它关了。其实就是我给他发了邮件说这次取消了，但是他没收到这个信息，所以谈这个事儿的时候，就是我就觉得这种事儿我怎么可能会在意呢？是不是？而且他拨过来又是课间，不影响我呀。再一个，就算影响，这完全合情合理，我根本就不可能有什么愤怒嘛。但是我就取消了再下一次咨询，下次我就忘记了，就是忘记给老师说了，所以在谈下一次我为什么会忘记那次咨询。所以老师就说，可能是上一次这个事情其实让我愤怒了，然后结果我这个愤怒就攻击了咨询，就把这个下一次咨询给忘记了。我说这怎么可能？我说我这种好脾气的人，这个说事我怎么可能在意呢？是吧？老师说你可能脾气没有你以为的那么好，那一刻其实你是有暴怒产生，突然这是击穿了我，因为就是把我的防御给击穿了。就是我没想到我是这样的人，但是他这个说的很对，真的是一下把我内心说中了，所以我就对他暴怒了一次。其实他是允许我，甚至鼓励我在咨询中多干这种事儿，但是我这10年就骂过他这一次，解放一下。所以我想说的是，你看骂他的感觉如此之好，而且不需要这个额外的这个交咨询费，甚至就是那个每次咨询就这个钱，就是我可以过几次就骂他。吴老师，我相信老师那一刻，他默默的把那个静音给打开。没有，因为这就看你在那边，我真的怀疑你们这个群体到底是医生还是病人呢？其实我想讲这个，就是想迎合一下你这个部分，其实对我们涛来讲，你的宣泄要比我们都容易得多。容易，我整天宣泄。我非常难，我通畅的，我干了这个事儿，收益这么大。但是我接下来又没干，为什么呢？那一刻是我的防线啪一下被突破了，完全在我的意料之外，所以我失控了。但是接下来这个事儿又被我纳入到我的这个思考和理解之中。你看我这个分析型人格，我就从此之后这事儿又可控了，所以
这种失控再也没发生过。而且不，您去去下，您那个墙筑得更高了。对啊，是这个意思。对，高筑墙，广积粮了，他这墙更高，真的，他下一次拆掉吗？不，他会想，哎，我居然破防了，怎么可以加高墙？终于到了现在，可能就变成这今年是第10年了，就是今年的10月份正好满10年。到了现在，那个不耐烦、对老师的愤怒、不高兴，才可以持续的发生。因为拆了10年了，对，被一个心理医生或者被一种理论，或者被一种性格描述，所谓击穿了。对，这件事儿，对人是好还是不好？如果是敌意性的，就比方说，我就是为了控制你，我就为了敌意的对待你 ，PUA， 对，我就为了 PUA 你，为了掌控你，或者就是咱俩，我就是为了显示我高明，然后或者总之是为了增强我自己的感觉，好的感觉，而不是为了增强你的好的感觉。我说了这样的话，那这个时候那就是不好嘛，是吧？但是就是，你对方呢如何感知这个事儿，就取决于2个部分，一个是讲话的那个人他是善意的还是恶意的，那同时也包括自己，是吧？那有些人就算别人恶意的对待自己，他觉得哇，这个说的真对，这个我被切中了，就是对方是恶意的，但是我接受了他。那有些时候也变成就是对方觉得很善意，但是我不接受，是吧？就是你在伤害我，你在攻击我，所以这也是和我们自己有关。这里面建立在一种信任关系嘛。可是话说回来哈，没有冒犯哈，有一句话蛮管用的，你问对方，你以为你很坚强吗？哎，那个你打中对方的几率蛮高的啊，马上对方就想是吗？我可能真的不是那么坚强，很容易就 collapse 就崩溃了。所以我也经常用这种小技巧。你以为你大方吗？你以为什么吗？我觉得这个也蛮可用的方法。有一个你们这行的心理学家接受了很多青少年的咨询，最后他说了一句很朴实的话。他说：“为什么好像现在这么多青少年都不开心呢？”他说：“其实呢，除了那个真有病的之外，哈，他说就是希望不难受。但是人活着就是要承受难受的，人就是会有压抑，或者说有很多这个脾气的。我觉得应该允许有难受的时候存在，也有发火的时候吗？因为只有难受存在，你才能够体会到不难受时候的舒服。”嘿，你这个话不是，因为这是我特别深刻。有一次，我小的时候是，好像咱们是去那个香港之后，有一次在北京，很长时间我不知道为什么就是一种低烧，然后就每天就特恶心什么的那种感觉，特别不舒服。然后差不多1个礼拜之后，有一天突然好了。当时我说：“哎呀，不恶心真好啊！”自个儿坐在床上，由衷的发出感叹。当你不恶心的时候，你根本不知道平常是多么幸福。你这是叔本华的水平，是吗？叔本华就说，人生都是痛苦，所谓舒服，只是痛苦的暂时解除。你这听着好绝望，我觉得。不，就是说我们这个心里头有火的时候，对吧？我们也要知道可以适度的宣泄，对吧？也可以找这个吴老师来击穿一下。吴老师太贵了。对，那实在不行呢，还有怡宝治本清润菊花茶，使用优质杭白菊，清凉回甘，爽口解腻，记忆中的味道，清凉一下。就你自己清凉啊！好，来，你们来热乎的。弗洛伊德荣格口欲期、肛欲期，就是俄狄浦斯期，是吧？我算紫微斗数。CPF
还有什么 EPQ。你这是叔本华的水平。自闭症的小孩哈。我是说，看医生是因为不好，对吗？那你如果说我这心理状况不管有什么潜意识有什么，我对我自己状况很满意，是不是我就没毛病？对，但我有时候会觉得，不是身为一个现代人，好像这个心理咨询它应该成为你生活的一个辅助的部分。心理咨询是一个东西，再一个就比方像我无论找我找我的老师，还是我的这个长期来访找我，最初也是以为要解决一种疾病，说解决一个心理问题，但是逐渐的就变成了解自己。你这脑门像古画里边那个罗汉，你看我这眼镜，我这眼镜好吗？戴帽是吧？不是戴帽，就是板材。但是我就跟你说，我现在戴眼镜的境界，胡老师已经不是为自己戴了，而是为嘉宾戴。哎呦，为了你戴。为什么呀？为什么我戴？你看啊，你看这眼镜了吧？它的主要设计特点是厚，你知道吗？我就觉得这像望远镜，这是一种新的设计。它这儿厚。那为什么是为他戴呢？我就觉得像他那种神经病，不是神经病，就是像那个心理医生，那个透视心理的。这种感觉，眼镜像个望远镜，像个镜筒。哦，原来是这个意思。都是为了搭配它。你还挺像荣格的，长得。他是那个禅修。所以我现在早上别忘了我们啊，上去之后别忘了我们。哎呀，我这以后64岁别忘了。我到了晚年有保精神层面的，然后物质层面的。等到64，精神层面不可靠，物质可靠。不，我这个需要。等到了那个物质极大丰富，我特别需要精神层面，否则人会空虚的。本节目由匠心实力派豪华驾乘更自在的广汽本田冠道冠名播出。本节目由怡宝至本清润菊花茶联合赞助播出。